你勾结蒋和营，冒充戎狄，杀害我父王之时，你可曾想过你也有今日？不是我，是蒋和英，是他一手策划，是他对你和皇叔心存怨气，是他下的狠手，不关我事。都死到临头了，还在狡辩？你真以为你能活着走出宗正寺吗？你的每一条罪行，证据确凿，按律法皆当斩。圣上这般安排，只不过给皇家留一些体面罢了。你从来都是背后阴谋害人，临死前，我给你一次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是我错。我错了，我给皇叔磕头认罪。家主与我父王身上的每一处伤，我都要让你这个豺狗之辈亲自体会。说我是豺狗之辈，在这个皇宫里面，哪一个不是狼子野心？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我没错，我没错。成王败寇罢了，这都是父皇教的。你敢说父皇错了吗？你敢吗？你坚持想要报仇，就应该带着永子一起去你父王的坟前自降而亡，因为你们才是害死你亲爹的真凶。你在说什么？胭脂，你为了一个女人羞辱于我，羞辱于我怎么能忍？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杀了皇叔，除这口恶气。你
年前你为了一个女人，害死自己的亲爹，你才是那个背负王族的逆子！逆子！杀了我！杀我！杀我！世子殿下绝不能因一时心急而罔顾律法的清正严明。白祖才立下严氏家法，严氏子孙总是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至于狱中自尽，不得失操行路。有欲此事者，严必诛之。其实我死与你刀下，我看你如何向父王交代。混账！身为刑部主事，动用私刑虐杀皇子，这传出去，让朕如何处置？臣可去大理寺自首，据实以告，认罪受罚。你认罪容易，却将朕和皇室宗族置于何地？庶人燕齐勾结蒋和英，暗杀其叔父先瑞王，穷恶尽逆，气绝人伦，理应当斩。臣正因考虑皇家颜面，才未将此事公之于众。你呀，你既已知晓害你父王的真凶，你也看到了袁清刚才是如何行事，你就应该知晓朕要如何处置，何必再去和燕齐纠缠，落人口实？臣理应亲手使燕齐认罪，再施以惩戒，才得以告慰父王的在天之灵。否则，愧为人子。罢了，元清，你带去的那些内侍，可曾看见燕齐因何而死？启禀陛下，奴才手下的孩儿们甚是愚钝，什么都未曾看到啊。那你呢？你也什么都未曾看到？哎呦，老奴老眼昏花，只模糊地看到庶人燕齐状若癫狂，夺过瑞王的佩刀，就往自己的胸口上扎呀。燕齐原本就桀骜不驯，终究狂性发作，自枪而亡。但你没有及时阻拦，仍然有失察之过。自今日起，削去你刑部之职，降为皇城司亲从官，守卫内宫朱门。
快快谢恩。怎么，你对朕的处置有何不满？臣不敢。臣谢过圣恩。行了，这几天先闭门思过，莫要再生事端。下去吧。是。彻儿，你听到了吗？颜齐死了，这个贱种终于死了。我的彻儿，你耐心等等，母后要让他全府上下统给你陪葬。快！退下！还不快收刀！对少帅还信不过吗？属下莽撞，还请勿怪。少帅言重了。我已不在朔溪军中，少帅二字就切莫再提了。往后，称我为燕校尉即可。我等对王爷仰慕已久，只恨没有机缘，追随您一起杀敌灭寇。无论您之后在何处任职，在我等心中，你永远都是少帅。薛青山，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白凤，你我既是同袍，亦是连结，虽往日未能共赴沙场，但今后也要携手共护皇城。青山，定以少帅马首是瞻。这几日，还需诸位看护一二，待严某反攻自省，再与诸位同袍同心，共卫京畿。是。颜齐死了，他自己撞在我的刀上，自尽而亡。我未能亲手给父王报仇，你说父王会不会怪我？不会的，父王肯定不愿看到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儿子变成杀人凶手，看到你未被仇恨所裹挟，父王才可以安心往生。可受伤？没有，身上都是仇人的血。圣上可怪罪于你？他非但没有怪罪于我，还毫不怀疑燕齐是自强而亡，主动为我遮掩，只是以视察之名，将我降职为皇城司勤总管。
你没事就好。可是父王死的那般惨烈，我却没能将他的冤情昭告于天下。我不甘心。我知道。可是我又必须这么做，我必须得让皇位上的那个人相信我，相信我是意气用事，相信我从未怀疑过他。只有让他不再对我处处防备，我们才有机会查明真相。父王的在天之灵定会明白你的心意。可是父王还在，知道我们追查的凶险是他誓死效忠的圣人，他恐怕又会大发雷霆吧。父王，我阿爹还有晋王兄，他们都并非愚忠之人，他们效忠的并不是燕怀，而是能为大周百姓带来长治久安的明君。只要我们小心行事，不引起朝堂动荡，他们都会支持我们的。来，这些是我适才比对过的，棋谱上面的批注，随根的手尖，还有玄机阁纸卷上的墨迹，均出自一人之手。可见瑾妃并没有看错，这些确实是圣上在前帝时期的墨宝。阿彻，克拓氏秦妻，子通气节，真无尔也。这是圣上记录的燕彻儿时的趣事。我们当时只顾看墨迹，今日细读才发现，圣上与皇后在前帝时期竟如此恩爱，燕彻也深受圣上的爱重。不，从我记事起，圣上就从未行幸过凤仪宫，他对皇后也是相敬如宾而已。圣上对燕彻从来都是不孝子相称，何时来真无而已。书为心话，意在笔端。圣上若是亲征受伤后性情大变，导致墨迹有所变化，倒也说得过去。但随根说瑾妃拒不接受这种解释，可见墨迹的变化并非因为性情所致。我们若是能够找到圣上亲征后的墨宝做比对，也许能找出圣上杀害瑾妃的真实情由。我的奏折上有圣上的亲笔御批，也是在瑾妃案后才回京任职的。那人若是有心遮掩，那折子上的御批可能也并非他亲笔所写。那就得找圣上亲征之后，瑾妃死之前的。有了，这是圣上与我父王的私信，父王一直珍藏至今。这上面的墨迹怎么倒有些眼熟？这信和圣上前帝时期的字迹完全不一样，但却与懿王妃赠我的木簪上面的刻字如出一辙。你的意思是，当今圣上是懿王严寒？这怎么可能？我之前倒是有听说过幻眼之术，但是我也没见过，不知真假。就算是真的有幻眼之术，皇祖母不可能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还有苏贵妃和皇后，他们从前帝时就一直跟着圣上，不可能分辨不出来的。此事细细想来，太过蹊跷。但是事关皇权，也不好去向任何人打听。此事事关朝政安稳，在位立新主之前，绝不能走漏一丝风声，更不能让父王还有父王、晋王兄的牺牲付诸东流。我们不妨顺着晋王兄的案子查下去，按照已有的线索，一定能为我爹还有晋王兄洗清冤屈。贱人！
刚死，你就卷款私逃，果真是个毒妇！你仗着他对你的宠爱，欺我、辱我，今日我就要你给他陪葬！你敢！我大伯是周永侯，我妹妹是瑞王妃，你若杀了我，他们不会放过你的，是吗？那你不妨试试，看我杀了你，是否会有人替你报仇？逆贼党羽齐卷，悉数诛杀！什么是玉成？求妹妹，吴姐死了，秦香她死了。七哥本来让我速速去接秦五娘子出来，可我临走时被圣上带去处理公务，便晚到了一步。你说这些做什么？小婉儿，她早去了也没有用。凡是成王妻妾、抄家时，都就地斩杀了。别哭了。最恨成王的是皇后，去抄家的禁军中，定有赵国旧的人趁机泄愤。成王是罪有应得。可这些姬妾们有什么错？秦香又有什么错？我去找七哥，他还在禁足思过，恐怕还不知道呢。走。韩氏大伯收到消息后，派人去成王府收敛了吴姐的尸首。求妹妹，你觉得是不是我抢了吴姐姐的福气？当时若是她嫁给薛青山的话，那她现在……六姐姐可别这么说。来。这条路都是自己选的，没有谁对谁错。九妹妹，我想把嫡母接来京城奉养，吴姐没了，她只有我这个庶女可以依靠了。也好，我也能静静相信。六姐姐已有身孕，切记，以后不可再这般大悲大哭了。真的？真的，这些时日万不可再伤心动气了。贵妃，苏贵妃，贵妃，这是圣上专门给您送的补品，您吃了也好娇养身子。贵妃，苏贵妃。你要干嘛？你滚！给我滚出去！不许再来！他要害死我！他杀了太子，他杀了妻儿，我的妻儿，我的妻儿！这就是你和你爹藏东西的地方，果然是挺隐秘的，不注意看，我都发觉不了。这是什么？
是我爹的自己，亲，是瑾妃。五爪金龙只有圣上能用，这匕首足以证明是圣上杀了瑾妃。我爹果真谋私藏匿了关键证据。我要去找李无云。等我解了禁足就。我等不及了，我倒要亲眼看看他如何面对我爹的藏匿之罪。王妃为何约下官在此见面？明人不做暗事，我要重启晋王案。哦，那王妃应该知晓，按大周律，若无足以推翻前案的新证据，已结的案子不得重议。我知道，但我更想知道，李思清上告晋王与沈公串通演罪的理由又是什么？沈毅为了制造晋王无辜的假象，私自藏匿了真正的凶器。你既没有找到罪证，凭何认定行凶人就是晋王？晋王是被当场捉拿，若不是晋王，难道是在场稚嫩的九殿下？所以你就用一把根本没有开刃的匕首作为凶器结了案。原来那日你果然看了晋王的卷宗。那把匕首本是晋王送给九殿下的礼物，晋王从未认罪，你也从未找到过罪证，但为了立功升官，你便诬告是沈公藏匿的凶器，用一把根本杀不了人的匕首给晋王定了罪。我从不曾诬告沈毅，沈毅帮助真凶藏匿物证是真，他才是目无律法的谄谀之臣。原来你知道杀害了瑾妃的真凶是谁，还望陛下明察。来，上来，帮朕把这灯点上。是。还请陛下收回火折子。你这是在与朕置气呢吗？臣不敢。那你为何要将这火折还于朕呢？这折子本就是陛下的，自然也要还于陛下。朕只是赐予臣下点灯之责，而非将这火折赐予他们。可这如此简单的道理，有人却是佯装不懂。朕与你父王虽是兄弟，但亦是君臣。若他不能撤除朔溪军的隐患，朕怕是再难安枕无忧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望陛下允臣前往朔溪，揪出那贪腐小人，扬天子之威，以慰圣先。好啊，那就去吧。此事不要让外人知晓。只要你父子二人同心同德，朕便安心了。臣遵旨。
主子，各族来信，说太子已将军粮送到，在交接的时候，大帅发现咱们的人在私下查账，将几个兄弟罚了军棍后关了起来。父王可真是糊涂，如此护着那几个朔溪官吏，任谁都会以为他将朔溪军视为禁乱。圣上本就因此不满，若是再不主动交出那几个贪官污吏，圣上肯定会借此收编整个朔溪军。我赶回朔溪与父王谈判，你留在京城照顾婉儿，若有任何差池，提头来见。是。若永慈郡主问起来的话，就说我去查军粮贪腐案，我会尽快回来。属下明白。杀人凶手可确定是宁不义？宁不义在犯案的时候被瑞王世子当场抓住，他对所犯明案供认不讳，证据确凿。那既已证据确凿，又是当场抓获行凶人，那为何正兄要在卷宗结尾处标注一句“此案未清”之说呢？因为证人张栋玄指出，除了宁不义，天道社还有其他社主，而副社主也是另有其人。那正兄可有线索能找到这个副社主？暂且没有。可有证据证明是这个副社主指使宁不义杀人？宁不义既是社主，有谁可以指使他？正兄，刑案文书当一案一结，既结案，就当事了，万不可多生枝节，提出悬而未决之事。改日圣上要是问起来，正兄要我如何作答？难道让我跟圣上也说尚有余孽待查？李兄的意思是，此案搅得京中人心惶惶，早结此案对圣上还有百姓都是好事，更何况圣上对翼王世子甚为爱护，若知晓你们为查案，任由他身涉险境，圣上要是怪罪下来，恐怕连瑞王世子和永慈郡主都会受到责罚。所以依本官之见，此案不如早结早了，对各方都更为稳妥。这样啊，多谢李兄提点，下官定将其卷宗删减重写后，再提交圣上。那就提前预祝二位再立新功。李兄，慢走。小婉儿，你快跟我进宫去，我泽哥哥马上就到了。你泽哥哥是谁啊？西王世子啊，我们已快10年未见了。他在堂兄弟间排行老3，小时候对我最好了。先系王妃和七哥的母妃原来是手帕交呢，他也自小和七哥两兄弟交好。好，走。信王世子到。殿下，孙儿给皇祖母请安。好了，不必行这些虚礼。宁儿，快扶你三哥坐下。哦。泽儿，你这些年在外寻医，这眼疾怎么还未治好啊？皇祖母，别担心，孙儿已有好转，只是这眼睛还经不住强光，得用药金养着。让婉儿给你看看。孙儿求之不得，正是因为听说了医仙盛名，这才急赶着回京的。永慈见过世子殿下。郡主，不必多礼。多谢。
请郡主莫让祖母忧心。改日我会请永慈郡主过府相认。是。婉儿，怎么样啊？太后不必担心，世子的旧患外障已除，止于肝积入目，气滞血瘀，有些肝肾阴虚、痰热郁结之象，只需用针灸和药食调理，定能康复。好，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今天大伙儿都别走，留在我这宫里用膳。哎，小七呢？他三哥回来，他也不进宫来看一眼。来风说殿下外出公干，过几日便回。这上巳节马上就到了，他可别误了日子。到那个时候，你们大伙儿要陪着我好好热闹热闹哦。谨遵太后懿旨。泽哥哥，喝茶。啊。宁儿，不必如此小心。这么多年，我早已习惯，可以照顾好自己。宁儿，快来！我这药茶最可安神助眠，咱们一人一杯，喝了今天都能睡个好觉。我呀，是睡不好了。郡主，今日到底是怎么了？一直闷闷不乐的。要是闷得慌，可以去找黎世子玩啊。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找他去玩？那你为何心事重重的？自从今天见到新王世子，你全身都不对劲儿。我跟你们说吧，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我6岁那年，第一次参加冬猎，因为太子和成王哥哥斗狠，都不肯带我骑马，我就赌气，独自溜去马场。那天风雪特别大，我中途迷了路，只有泽哥哥发现我不见了。我怕丢人，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狼狈样，泽哥哥只好冒着风雪，一路把我背回庄子去。结果被雪光伤了眼睛。那年，他也还是个孩子。那后来呢？后来，泽哥哥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这位世子殿下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儿。他的眼睛是逐渐失明的，还是从那日起就彻底无法视物？应该是从那日起就失明了。太医也没有办法。近些年，泽哥哥寻遍名医，今日看来，并未痊愈。他眼睛此前可受过外伤？没有。那之前可有过眼疾？好像也没有。不过泽哥哥从小就体弱多病，他看东西时间久了眼睛会疼。若非我如此任性，他怎么可能病成这样？自己做的孽，自己还。我想嫁给他，好好照顾他一辈子。为什么？那是你年幼时无意的过失，为何要用一生去偿还？因为没有一个京城贵女会愿意嫁给一个残疾的闲散宗室。既然是因为我任性，害泽哥哥失去了一辈子的幸福，那我就不能弃他于不顾，我要为他负责。可是婚姻要两情相悦，不能因为一时的同情而将就一辈子。我是心甘情愿的。那燕离怎么办？对啊，我不知道。我想，如果没有我的话，他应该也会很开心吧。福莲还说了什么？他还说，永宁郡主已经铁了心，你若再不争气的话，那谁都帮不了你。我都差点被人活砍了，我还要怎么争气啊？
我这清清白白的身子，他看也看过了，抱也抱过了。现在我得了风寒，人都不知道在哪儿。这女的好狠心，看也看过了，抱也抱过了。哎，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不重要。哎，对，哎呀，这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郡主现在不想抱你了。白风，但是永慈郡主说了，风寒可是要死人的，您最好老老实实把药喝了。要真死了，不仅要劳烦永慈郡主过来验尸，到时候永宁郡主可就更踏实的跟着信王世子跑喽。哎，你去哪儿啊？没死呢，他就想着改嫁。你先把药喝了呀！我看他还想得倒挺美的，想得美。哎，听宁儿说，殿下自幼便身体不好，可否告知病因？殿下若要根治眼疾，就不可对医者有所隐瞒，否则即便一时有所缓解，不日便会复发。郡主此话怎讲？这张内服的方子，针对的是殿下脏腑之疾的表象，但从脉象来看，另有病因。我有个推测，可以解释殿下的脉象与脏腑之疾为何有出入，只是需要殿下的既往病史做印证而已。我早已忘记儿时之事，恕我无法奉告。原来，殿下早就知道自己儿时被人下过毒。小医仙果真医术不凡，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若真因此致我双目尽毁，也只能说造化弄人。只求郡主尽力施为便好。殿下既豁达至此，用词必如你所愿。郡主，早点休息吧。白风，郡主，殿下怎么还没回来啊？圣上在军粮案上对王爷有些误解，只能主子亲自回税期处置。那你为何不跟着他？万一这路上……郡主放心，从朔溪到京城的这条路，主子熟得很，绝对没问题。主子把属下留下，就是为了护着郡主。郡主安好，主子便好了。是双生子。可其中一个孩子先天不足，若死在宫中，会被说成是不祥之兆。当年太后也只是贵妃，处处被先皇后所挟，朝不保夕，哪敢出一丝差错？太后只好安排将这孩子送出宫去。没办法把你留在身边，贵妃，你去向圣上和皇后报喜，说我诞下一名皇子，母子平安。是。一生都不要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那小皇子日后该如何与您相认？此生无缘了。
母子都难逃一死。无论相认与否，但能多活些日子，我就知足了。给小皇子取个名字吧。他刚生下来就要与亲人共荣分离，希望他可以原谅我这个做母亲的无能，就叫严寒吧。没想到被太医诊断会命不久矣的严寒，竟然在宫外顽强地活了下来。我便以远房亲戚的身份，一直照顾他长大。跟你说个要紧的事儿，圣上要册封怀哥为太子了。不是说圣上最爱领哥儿，有先帝遗风吗？怎么又立了怀哥儿？怀哥是嫡长，被立为太子也是情理之中，所以主子特意吩咐，务必带韩哥远远地离开京城，免得让人发现他跟怀哥面容相似。说句诛心的话，这皇家的规矩也是泯灭人伦，说什么刚生下的孩子死在宫中便是不祥。哼，我是不信。主子又何尝不是身不由己啊？若是没有这个忌讳，韩哥儿又怎么会流落在外啊？算了，不说了，不说了。那我先回宫了。我送你。可惜老奴一时不察，让燕寒知晓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他便恨上了燕氏皇族，瞒着我离家从了军。当初，他们选择让你活下来，如今，也该轮到我了。天下，终究还是我的。几年后，当我得知他亲自斩杀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叛军首领傅承义，为救下新皇燕怀葬身火海时，我就知道太后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世人皆知圣上为全歼叛军，火烧密林，身受重伤，九死一生才回到京城。他现在回来的是严寒，正是那个腰上有黑色胎记，生下来就该被溺亡的孩子。怪不得他与之前笔迹不同，还杀了太子和成王。钱嬷嬷，你可将此事告知皇后？至亲至疏是夫妻，皇后对严寒早就起了疑心。严寒回到京城后，便派人追杀我，老奴无处容身，只得躲回京城求个灯下黑。得知帝后不和，这才托人
给皇后带去消息。那太后可知晓此事？王妃可知为人母的心吗？亲自抚养长大，共同生活20-30载的儿子被换了人，太后怎会当真不知？只是2个都是亲生儿子，一个已经没了，太后如何忍心再葬送另外一个？皇祖母曾说，她这一生只由着心做过2个选择，结果都不好。莫非是只留严寒一命，和替他隐瞒身份？钱嬷嬷，你今日所言若有虚假，你可知后果？老奴有负太后嘱托，本该以死谢罪，只是老奴担心有朝一日真相揭开，无人能给太后作证，才苟活至今。老奴若敢虚言惑主，生死全凭王爷处置。若真如钱嬷嬷所言，那燕离岂非就是当今圣上的亲儿子？难怪圣上宣称可立皇室宗亲，还诛杀了太子和成王，这都是在为燕离铺路。我相信燕离，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况且他心不在此，还是不要告诉他了。若说这件事，燕离和随哥最是无辜，而皇祖母是最可怜的那一个。皇祖母是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没想到最后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相残。皇祖母正是因为长期隐忍，所以才心疾难愈的。明日我去太医院查看一下皇祖母当年的脉案，皇祖母那边你去探望她时一定小心言辞。燕离和随哥都是当今圣上的亲儿子，若我们揭穿他的真实身份，恐怕他们都很难登上皇位。到时你就是皇室唯一的正统血脉，你可有想过要坐上那个位子？我对那皇位可没有任何的兴趣，不过当今圣上种种行径怎堪为敌？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不管何时，是谁继承大统，都应择贤而立。皇祖母说叫咱们离这宫中的风浪远一些，如今看来，你我倒是要掀起更大的风浪了。这见过皇祖母。给你。三哥的眼睛是彻底好了。多谢弟妹金针之计，让我的双眼得以重见天日。可是金针只有疏通血脉的作用。小婉儿，多亏了你，三哥的眼睛好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看你把这个小医仙那个小字去掉，改医仙。皇祖母，别再说笑了，您这盘棋啊，快要输了。啊！哥哥，皇祖母下棋呢，三哥着急叫我过来，我还以为……呸！你这张嘴可别胡说。我叫你来，是想好好看看你。自从我得了眼疾，还从未目睹过你这一王的风采。方才你进门的时候，恍惚间还以为是圣上来了呢。泽哥哥这么一说，好像真是有点像。你看他抱着燕随，两个人就好像亲生兄弟一样。像吗？那随哥可是赚了，离哥哥我可是盛世美颜。哎呦，这棋没法下了，你们吵。哎呦，头好晕啊！你们都先出去吧。走吧，出去玩。
想吃什么？吃点东西好不好？想不想吃糕点？这个。来，好，就这个。慢点吃啊。皇祖母只是头风旧疾发作，并无大碍。咱们少来打扰，让他好生休养几日便好。那便谨遵祖母懿旨。三哥为何要在皇祖母面前说起燕离与燕随面貌相似？弟妹对人体了若指掌，自是能够敏锐察觉面貌相似之处，但皇祖母眼力不济，还是该提醒一二。幸亏我如今双目恢复清明，还是上天垂怜。七郎来了，我和燕池的母妃究竟因何而死？始作俑者到底是谁？你和七弟还未查清吗？我去告诉他们太后无恙，就不打扰贤康离了。慢点吃啊。怎么了？什么？三哥可有不妥？随根。他在皇祖母面前刻意指出燕离与燕随像亲兄弟，我觉得他早就知晓严寒的真实身份。皇祖母没事，别担心了。他在外游历多年，怎会知道此等隐秘？我命各族的人去查查。这又是一个意外的秘密。你那边有什么发现？我去查了皇祖母当年的漫案，唯独生圣上时的漫案不见了，而且当年的老御医也在告老返乡的途中突然病故，应是严寒为李代讨将刻意销毁了证据。这分明是自护其短，过犹不及了。多谢少帅。少帅，王妃，安好。你我是实在亲戚，之后无需如此客套。双儿的身子怎么样？孕吐可还严重？多谢王妃挂心，双儿孕吐不严重，胃口也很好，睡得也很安稳。等过几日，我再去府上给她诊脉。好。哦，对了，属下还有要事同少帅禀报。何事？今日殿前司来了几个新面孔，全是北府赵家军的人，之前从未在京城任职，到任便被召赴使司，指定戍守宫门。属下与许多兄弟都被派去守城门了。知道了，你和兄弟们先不着急走，待我明日履职，我看谁还敢调你立功。多谢少帅。属下这绝对并非攀裙带关系，只是这次调度实在是可疑。宫门禁地，绝不会无故换防。你告知于我是你职责所在，日后若还有可疑之处，即刻告知于我。是，少帅放心。赵国就的人企图控制宫门数位，皇后可能要动手了。可你擅自调度宫门数位，就不怕那个人起疑心？他对于我的疑心从未消解，与其一味的被动挨打，不如趁着敌明我暗，早做防备。这严寒的身世之谜，就像燕几图的最后一块拼图，拼上了最后一块，所有杂乱的线索，还有受害人之间的关联，就一目了然。严寒这样做，就是为了掩盖身份，所以信王妃会死，母妃会死，瑾妃会死，晋王兄会死，我爹才会死。信王妃定是在为严寒疗伤时，发现了那块黑色胎记。
这止血生肌的药布定要绑在伤口处，若伤口持续出血，立即唤我，我就在此等候。啊！王妃，王妃，快来呀！陛下的伤口裂开了。我刚才险些把陛下的胎记当成带坏的腐肉了，幸好及时发现。陛下无大碍了，臣女先告退了。请信王妃用了膳，吃了茶再走。遵旨。陛下赐茶。多谢袁公公。母妃当时刚生产不久，系王妃前去探望，这才招致杀身之祸。陛下，汉十思报说，信王妃出宫后转道去了瑞王府，在瑞王妃处盘桓半个时辰才离开。二位王妃是闺中密友，瑞王妃又刚生产不久，信王妃许是去看诊的。杀！信妃是在圣上平叛之后入宫的，也是与伪帝严寒唯一育有子嗣的嫔妃。她出身于书香世家，又在玲珑阁发现了圣上前帝时期的墨宝，从墨迹中发现了破绽。而他竟傻到拿着那份册页去找严寒对峙，这才把自己推向了死路。晋王兄因应运送随根礼物，虽在永安宫附近等候，听到了瑾妃的惨叫，赶忙跑过去救人。去看看。随哥，靖哥哥来了。快去找人帮忙。是。今上杀妃之事，若公之于众，势必引发朝堂动荡。晋王兄为保社稷安稳，选择帮严寒遮掩罪行，却将真相告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同样为保国之根本，选择帮晋王藏匿了凶器。为什么日夜会轮转，却一样有照亮你的光，像花摇动在雪中。千二爷，我女儿就交给你了，快走，走！若遇尘埃，一心为国的两个人，却成为严寒掩盖身世秘密的牺牲品。所以爹爹才叫我不要申冤，因为只要严寒在位一日，所有人的冤屈都无处可诉。以沈公的清正严明，当初定已决定暗查瑾妃之死，才会送你离开。如今我们已知道真相，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燕寒的恶行必将偿还，燕氏的天下也必将安稳。大不了我扶持随哥继承大统。胭脂，如今真的只能靠我们了。你放心，我们定会让所有人的冤情都得以昭雪。听闻北方正在闹春荒，河北路的粮食最为缺少，着屯驻河北路的北府军挪用军马，挪至河东路的平阳府救粮食草。陛下英明。宣差在京东东路的淮阳军虎翼，俩指挥兵马回驻京畿，以防流民作乱。遵旨。陛下可要宣户部侍郎议下北边赈灾之事？不必。朕治下清平，何有灾荒啊？奴才这嘴真是该打。这凤仪宫可有异动？探视司报说，皇后听闻数人因其已死，甚是开怀，之后便依旧每日枯坐，想必已心无挂碍。近些时日，加强攻进，命探视司盯紧了凤仪宫。若再有血洗成王府这样的事情出现，哼，你这个大内总管就去凤仪宫伺候吧。奴才遵旨。他甚是机警，万不可被他察觉。公子，多谢公子。少帅，方才赵副使司刚换了凤仪宫的守卫，信王殿下便立刻去凤仪宫外拜见。属下瞧着像是早有安排。燕泽是，他可与皇后交谈，或是传递消息。属下不敢过于靠近，没看清楚，但想来门缝里说的是话。你今日值班与否？今日我本应夜巡内城，但晌午的时候，赵副使司说要加强宗正寺的守卫，把我们班都调去宗正寺了。如此这般换防，我总是觉得不对劲儿，才一直跟着他。你做得对。莫非他想趁今夜救皇后出宫？只怕有更大的图谋。你立刻联系其他同袍，不管今夜值守与否，务必找借口留在值班房内，
不可令赵府使司起疑。是。郡主，郑府尹可有查出什么端倪？是下官疏忽了。李慕云的陈年旧卷宗里，发现了许多关于天道社的杀人手法，他在结审时却只字未提过天道社。还有，观音镇连环杀人案期间，他曾到访过观音镇的知州衙门，抓捕张栋玄就是他的提议。但是他还没等审结，就先回了下地。观音镇的知州还特意为此感激他不贪功呢。李慕云明知这些杀人手法与天道社有关，却只字未提，还可以隐瞒去过观音镇的事情。他不但是在为天道社做遮掩，还在遮掩自己与天道社的关联。还有，我今天跟踪李慕云到城东甜水巷的一处民宅，属下调查了那所民宅户主的姓名。那户主倒没什么，但是这房契转卖曾被记了一笔。6年前，户主就是那个宁不义。这绝非巧合，李慕云与宁不义定有交集。你怎么回来了？稍后再说。郑府尹可还查到了什么？我发现宁不义的卷宗跟过往的卷宗对比，里面有段证词十分可疑。观音镇的证人说，在案发的时候，除了张栋玄，还有见过2个青年人，其中一个就是宁不义，另外一个则是手持盲杖的古墓少年。古墓少年？证词说，这个古墓少年气度不凡，颇为俊秀，所以记得格外清楚。审公之前将观音镇的卷宗列为1卷之后，李慕云可曾调用过那批卷宗？调用过，但他只是命人抽走了审公批注的部分，其他的并没有修改过的痕迹。李慕云写公文很是谨慎，一般有人证可查的都不会做手脚，以免被人发现难以转换。这还是他教下官的为官之道呢。今日燕泽独自去见了皇后，若是那个古墓少年就是他，那一切的怪异之处就都说得通了。那古墓少年是姓王燕泽？这10年间，燕泽一直在外寻医问药，但具体做了什么，并无人知晓。以他的风仪谈吐，想要收拢李慕云和宁不义这种孤介之辈并不难。况且先姓王妃一直在京中，为京中权贵制药诊病，积累了不少人情。若是燕泽想要利用这层关系，把宁不义与李慕云运作入京，也不是问题。这么说起来，燕泽一早就知道先姓王妃是圣上所杀，所以那日才会说随歌儿跟燕离长得很像。他知道圣上是假的，可他筹谋这些是为了什么？如今还尚不可知。不过，从今日殿前司临时换房的迹象来看，他们今夜必有动作。婉儿，非常时期非常之举，顾不得先找成就，按我的方式来吧。好，都听你的。天爷呀，京城要大乱呢！还请斩捕头分派人手，盯住所有的京城要道，如遇冲闯扰乱之人，即刻抓捕。是。烦请郑府尹增派夜间巡查人手，控制城内要道，稽查奸伪，消灭火情隐患。下官遵命。王妃，药箱准备好了。传令黑甲卫进城协助巡检司拱卫内城，谨防禁军中有内奸趁机作乱，任何人无诏不得入皇城。属下领命。我跟你一起去。我说过，生死相依，永不分离。那就生死相依，永不分离。王妃，万事小心。值守的人呢？父皇一往发脾气的时候，就会让人都出去。要不咱们明日再来找圣上？
免得他心情不好，咱们白白挨顿骂。我有好好练字，父皇为何要骂我？我没好好练，行了吧？再不走，圣上来了就走不了了。那是什么？快走！怎么打不开？这边。好害怕！别害怕，跟我来。待会儿进了宫门，见机行事。我是瑞王妃，来给太后医病。宫门已锁，瑞王妃请回吧。虚实未到，为何就落锁宫门？耽误了太后的病情，你们担当得起吗？若是再不开门，我就请瑞王来给你们讲讲道理。王妃稍等，在下这就开门。说，你们的主子在哪儿？是鸩毒，来不及救了。竟然都是皇后和燕泽的死士，恐怕要有宫变。婉儿，我们只能分头行动了。你去福宁宫看顾太后还有崔哥，我去救严寒。他若以圣上的身份死去，今晚这宫变就真的压不住了。主子，主子，各路人手已就位，薛父卫带的人未曾发过信号，看来城内尚无人作乱。你陪王妃去福宁宫找到月宁，保护好太后和崔哥。是。青色的止血，白色的内服解毒，你知道怎么用？你若是敢死，我把你做成干尸也要陪着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走了。走。离哥哥，门怎么被关上了？到处都是死人，我好害怕。别害怕，我去请天看看圣上。这样，你到后面躲着。记住了，除了我，还有7个七嫂，谁叫你都不要出来。哥哥别去，万一父皇生气，对你像对我母妃一样。不会的，哥哥武功厉害得很，实在不行，哥哥还可以跑，保证谁都追不上我。那哥哥要快点回来。乖，快去，去。嘘，小心。
少帅，青雄不对，今夜值守内门的全都是生面孔，他们绝对不是殿前司的人。这些人只守着殿门，也不点灯，属下看不清殿内的情形，是以未敢轻举妄动。圣上可在殿内？在。先前翼王和九殿下刚进去，还未出来。何时进去的？1刻钟之前。不能等了，按计划行事。是。陈嬷嬷，燕离和随根怎么还不回来？是啊，眼看就要落时了，老奴这就派人过去问问。好。宁儿，小婉儿，你怎么来了？九殿下呢？方才紫宸殿来人传，圣上要查问燕离和随根的功课，他们就过去了。怎么了？陈嬷嬷，紧闭宫门，这期间所有人不得进出。是。怎么了？是燕离有危险吗？回头再给你解释。我们先去找他们。好。末将恭迎皇后一驾。罪人已醒，可以开始了。是，社主。元庆，你要作甚？你胆敢弑君不成？哼！老奴在这宫里看尽不公之事，还有何不敢？万喜、康伯文忠心耿耿，下场却又如何？这些年，老奴没少为陛下干脏活，迟早也是兔死狗烹的下场。但老奴想要的世道却还没有实现，老奴还不想死。那死的就只能是陛下了。你个混账！你个混账东西！天道不公，唯吾辈不倦而为，清洗污秽，方可天道得现。天道得现，社主大功德也。你是什么人？难道你不知这是谋反？谋反？哼！我毕生所为，乃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之圣举。是我因你而双亲尽丧的孤儿燕子。前辈！
我燕池刀下只留戎狄与乱臣贼子的血，不想死，就乖乖束手就擒。赵副十四，如果你们敢先动手的话，是我，因你而双亲尽丧的孤儿燕泽。你怎么会知道？自然是你这狗奴！朕对你如此信重，你竟敢勾结逆贼，背叛朕！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元清，请罪人喝茶。元清，陛下莫担心，老奴在这茶里下的蝶梦，与先信王妃药量相同。陛下有的是时间慢慢品，慢慢看，好看清楚先信王妃是如何死的。你当年寻到的梦蝶之毒，出自南疆五色蝶的赤鳞。此毒无色无味，毒发之后才可发觉。可怜我母妃，救你于生死，却成了你试毒的第一人。可怜我为垂死的母妃试水温，仅一口便败坏了眼睛。我父王追随母妃而去，想必也是你的手笔。丧尽天良，也不过如此。莫要高兴得太早，朕还有殿前两司严阵以待，还有淮阳军，5日便可进京护驾。陛下莫非忘了，去殿前司传您口谕的可是老奴啊！您等不到淮阳军了。你个混账！我杀了你！国贼严寒，你有如此下场，方显天理昭彰。元庆，念罪几招？三哥，灵儿，你在做什么？你怎么来了？你来的正是时候。父债子偿，这才是天道恒在。你，灵儿，你快走！他们都是反贼！快！灵儿，燕子，你要干什么？灵儿！燕子，你疯了！你到底要做什么？燕离，好好听听那罪几招，好好看清你面前的圣上。元庆，奉天感诏，罪己而昭天下。朕，先皇嫡二子严寒，怂恿傅承业起兵谋逆，欲夺大统，诈降已诱双生兄长燕怀至风雷岭单独相见，先弑杀兄长，并毁尸灭迹，后冒兄长之名窃取大位，自此乾纲颠倒，日月不明，丧尽天良，钦此。凭你这窃国之贼，也配说天命所归？这些都是疯话、胡话。是不是胡话？他心里最清楚，是不是啊，翼王？你，翼王，你没听错，
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翼王严寒。我的灵儿，我的灵儿，灵儿，父亲，灵儿，灵儿，不可能，不可能！那你以为他为何放任成王与太子手足相残，却独独待你胜如亲子？朕就是严寒又如何？朕也是太后的亲子，仍然是皇室嫡支血脉。朕因我是双生子，就被燕将弃如敝履，又有何人替朕伸冤？天理昭昭，燕家欠朕的，自然当用皇位偿还。朕上无愧天地，下无愧父母。那我和母亲呢？你可也无愧。灵儿，不妨问问你的亲生父亲，你七哥的母妃是怎么死的？瑾妃又是怎么死的？晋王与沈毅更是因何而死？不可能，灵儿，父皇，一切都是为了你。朕不想让你像父皇一样半生坎坷。灵儿，父皇是为了你才扫清这一切阻碍，只是为了让你能够荣登大宝。不是这，灵儿，不可能！灵儿，我的灵儿，你个贱奴，你，我杀了你！严寒，连你寄予厚望的儿子都不相信你的谎言。当初你抛妻弃子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今天？燕泽，燕泽，燕泽，燕泽！灵儿醒来，灵儿醒来，灵儿醒来！
能用你儿子的血来完成这朵如意花送你上路，也算是我成全你们父子一场。肉身献祭，诸天震荡，飞龙护身，不死不灭啊！你放我灵儿，朕马上拟旨，皇位专于你。元庆，你说我该不该要那皇位？社主厚德流光，高情远志，乃天命所归之天地生。骗我！你们都一样。你说的没错，你迟早都是兔死狗烹的下场。我要那皇位，是为了让所有纵容严寒的人都为你祝我长命。你已助我达成心愿，安心往生了。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愿他来世再不相信什么替天行道。白风，快走！走！天道社首恶元庆已除，过了今日，无人知晓我与天道社有关。世人只会记得你死于天道社逆贼元庆之手，而元庆与你的宝贝儿子互枪而亡。除了你的罪行将会公之于众以外，一切真相都会烟消云散。灵儿，你怎样？你怎样？怎样？没想到，我眼里这辈子居然是跟妮子在一起，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小娘娘。她看到我这副样子，定是会躲的。父皇陪你。好，我就让你好好品尝一下亲人死在眼前却无力相救的那种锥心万骨的滋味。
我能救活他。你个骗子，凶手！少帅，快去救驾！此处交给我们。主子，许哥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应该是被呛到了。里面有人放火，已经被我灭了。王妃和郡主都已经在寝殿内。你护好随哥，我去救王妃。是。七哥，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三哥了，他要杀了我们。七哥，我父他杀了圣上，还有你的母妃，还有这些罪过，就让我以命相抵吧。他是他，你是你，你给我好好活着。主子，叛军大势已去，带他们都出去。是。慢点儿。不要管我，带丽儿走，带丽儿先走。七郎，严寒害死了我们的父母，你为何还要救他？他的罪，自有律法来裁。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律法，严寒的罪行，罄竹难书，泯灭天良。岂是区区律法可以禁住啊？元庆，尸骨还未寒，你就在这里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来掩盖你的罪行，真是自私凉薄的伪君子。果然是处心积虑啊！严责他利用替天行道的说辞蛊惑人心，实则却是用天道社培植势力，以图谋皇权，报他的一己私仇。朕虽说是得位不正，但为君多年，也是勤政爱民的好皇帝。勤政爱民，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证明太后当初弃你不顾是错的。你为了满足自己君临天下的野心，不惜抛弃妻子，出卖其兄，谋害手足血脉亲眷。你才是这个世上最阴狠毒辣的小人。都住口！什么伪君子，什么恶毒小人，你们不过是一丘之貉。无论有何种情由，你们不过都是屠戮人命的罪人。我所杀者，
皆是有罪之人，是他们死有余辜。我说了，他们的罪自有律法来裁量，还轮不到你。你也休想以此为借口，开脱自己的罪责。想想你的父王，想想我们的母妃，你还要救严寒这等罪人，助纣为虐吗？严寒必须死！呀！杀了你！为什么杀我母妃？你谁啊？你是谁？你不要过来！你走开！你走开！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装了，现在就跟我去紫宸殿，拆穿那个人的真面目。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少在这跟我装疯卖傻呢！你以为这么多年我忍让你是怕了你吗？我只是不屑与你这个贱人为敌罢了。你的贱种，害我彻儿惨死，他自己又落得什么下场？你日日邀宠，委身国贼的时候，你想过自己有今天的下场吗？我委身国贼怎么了？难道你不想？装的一副端庄模样，若非他总防着你，你早把他拉床上去了。你以为全天下的女子都像你这般自甘下贱？自从发现那贼人并非圣上，我便一心筹谋，只为保住圣上血脉，承继大统。你呢？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权势富贵，亲儿子死在他手里，还要每日装疯卖傻，苟活于世。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亲？妻儿不是我害死的，我为何也要跟着死？我想活着有错吗？这些年，他一直把我当成隐身草，躺在我身边，
连中衣都未曾脱过。为了妻儿，我躺在个假人身边，守了10几年的活寡，你还要我怎么样？为了圣上流血吗？你把儿子养得懦弱无能，就是为了让他当傀儡，你好做个摄政太后。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你闭嘴！皇后杀人了！皇后杀人了！记住今天，我替先皇结果你。要我死，你也别想活！原以为断了前场，得于贵人，谁曾想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可惜我天纵英才，竟在这皇庭落个无处容身。走也。别动！李兄，去哪儿啊？我今日之败，是败给天道不公，让你这种平庸之人步步顺遂，而我却所托非人。凭你，还不配笑话我？你勾结反贼，出卖恩师，还敢说我们政府尹顺遂？我们政府尹做官清清白白，他连救夫人的钱都是我们几个衙役凑的。做官我不如你，做人你不如我。把他带走。是。你们不要伤害丽儿。丽儿是我弟弟，血脉相连的亲弟弟。我不敢与你有冤情，害你的父亲。为之万一。那先皇、瑾妃、晋王，还有沈公的死的，你可以后悔过。如果你没有被黄泉迷住眼，这些事就不会发生，我爹娘还会好好的活着。你爹娘？你是？我爹是大理寺卿沈毅，我是沈毅的女儿沈婉。
我爹和晋王兄藏匿凶器，是为掩盖你杀害瑾妃之事不致外传，避免引发朝堂斗汤。可你却错杀了视你为明君的忠臣。我的错，我的错，一错。自他回宫以后，我就知道他不是怀儿。可那又怎样呢？我不但是一个母亲，还是一国的太后啊。他勤政克己，有雷霆手段，他比怀儿更适合做皇帝。我本想，若真能朝政清明，再传位彻儿，也算是回归正统。唉，谁知道这一步错，真是步步错呀。皇祖母没有错，是这皇家的规矩错了。我错就错在涵儿身上，一错，我不该心太软，留他一命；二错，是他回宫以后，我不该自欺欺人，我从一开始就错了。皇祖母莫要自责，你要是不犯这2个错，咱们就没有燕离和随哥了。让随哥继承皇位，也是为了江山社稷。你们2个不会怪皇祖母做出这样的决定吧？虽然和阿离从未肖想过那个位置，非但没有怨恨，简直是正中下怀。孙儿只求婉儿一人，朔息一体，足矣。好，你们再帮衬随儿几年，皇祖母一定达成你们的愿望。坐。怎么样，太后还安好吗？皇祖母心中虽仍有哀痛，却郁结已散，会越来越好的。
那就好，有你们两个陪伴左右，祖母就可以安心的回我的荆州了。姑祖母为何着急要走啊？我和婉儿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你不用孝敬我，好好的对我们婉儿，那才是最重要的。祖母，谢谢你。谢我什么？要论你还是救过我2次命的恩人呢，我都还没有谢你呢。其实从一开始，我是存了攀附之心，但祖母始终对我至诚至真，从未有过半分猜忌。这话，祖母可不爱听啊！什么叫做攀附？攀附是为了借势而投机取巧才叫攀附，你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心地又这么善良，祖母才爱重你。这就是咱们祖孙的缘分。无论你是秦王还是神王，永远都是祖母最心疼的孙女。深深一个印记，是你在心底。祖母。